播开始咯。好，欢迎大家来到孟教授的直播间，我是孟教授。上个星期我给大家一点精彩回顾吧。上星期我来意兴风发的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环美计划的最新更新啊，然后讲得很开心啊，因为一切的事情好像都很顺利，然后很多意外的惊喜这样子的啊。不过其实我这个频道开启的目的是希望跟大家分享同甘共苦啦，所以说计划有的时候呢是赶不上变化的。所以这个礼拜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环美计划我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一个给大家一个更新的挑战。那事情有上有下，然后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讲话有点语无伦次啊，不知所措啊，然后甚至可能会感觉好像精神混乱化，请大家理解，因为我现在就真的处在这样的状态啊。我觉得有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比较难分享，如果你一切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比较容易分享嘛。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提醒一下，不管你是从手机或是电脑登录，那你要确定就是你有登录你的账号，那你就知道说在你的右上角呢，你会有你的头像或是你的名字，这样子你就可以在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互动，你就可以留言，或者是如果你是看回播的话，你也可以留言这样子啊。那现在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讲今天的我这次环美这个计划的3大挑战。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我的频道或是不清楚我是孟教授，我真的是一个大学教授。那现在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要从我现在住的一个公寓呢搬进一台车子里面，然后环游美国，跟大家做连接。那上个礼拜的意气风发呢，我们有朋友从 Houston 来了 ，Howdy， 你好。那所以说这礼拜跟大家分享挑战，我的天哪 ！Again， 如果我语无伦次，请大家包涵。3大挑战是什么？就是我现在讲的，第一个是户籍地址，第二个是保险贷款，第三个是保险。这个挑战呢，对我来讲是，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就没有期待，没有期待呢就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之后，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我的惯性模式，就是开始紧张，然后开始寻找方法，然后开始非常的焦虑。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细节跟周围的朋友分享过，我发现其实大家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理解或认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是没有需要知道这些事情的。第一个就是户籍地址，这个英文叫做 domicile。其实这个概念啊，其实我也是因为要搬进一台 RV 之后才发现有这个问题的。这很正常啊，平常我们每个人，大家，我们是不是都住在一个地方？不管是我们，即使是我们常常搬家，其实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改换地址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群人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No Man's Land》这部电影，是电影或者是这个是本书，在这个里面，我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在这本书跟在这本电影里面其实是有提到的。但我跟你说，当我在看电影、在看书的时候呢，就是像别人的故事一样，觉得有趣，但是并没有真的是 pay attention。可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忽然觉得哇，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运作方式，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世界，就我们整个社会是运作在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地址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设上面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地址，即使你搬来搬去，你都会有地址，你可以改地址，对不对？可是你看，你的银行账号、你的driver's license、你的驾照、你的 insurance、你的保险、你的如果你是工作，他的薪水，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有一个驾照啊！早安，心怡，早安。所有东西都是需要有一个地址的。可是我们小娟howdy， 可是我们平常是不会有去想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可是有一群人，譬如像 No Man's Land 里面提到，因为种种原因，以我的例子，同样的，我不拥有任何不动产，
那当我搬到一台车子的时候，我就没有地址了。可是这样子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无法运行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地址。可是我就常常，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有想过吗？可是奇怪，像譬如说我们夏威夷，每年冬天到的时候呢，那个从北极就会有一种鸟跟金鱼就会回游到夏威夷来，比如金鱼就会来到夏威夷来生小孩，然后呢再回游到北极，然后明年再回来。他们有地址吗？那他们怎么知道每年要回来哪里呢？他们怎么function的？可是我们人类必须要有一个地址才能function。我们夏威夷有一种特殊的夏威夷的那个叫 monk seal， 是夏威夷特种的一种 seal， 他们也是啊，常常在某个地方产卵，它会回来的。他们没有地址，他们怎么知道怎么回来？可是我们人类不一样，我们就一定要有地址。其实我当初发现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我是觉得是一种有趣的态度去看。可是直到自己面对的时候，发现说，哇，我必须要有一个地址。这个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比较复杂的原因是，美国是联邦制，50个州，每一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它法律不一样，包括税不一样。蜥蜴，美丽说蜥蜴嘛，税不一样啊，州的每一州跟一州之间的太多法律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户口的概念。其实这个户口的概念，其实想一想，退一步想，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理解。为什么呢？譬如说投票啊，公民要一定要投票啊。你投票，你不能说我又可以去投台北市长，又可以去投高雄市长，不可以嘛？对不对？每个人有一个户籍，你只能在你的户籍内去执行这样的义务，对不对？合理嘛？对不对？所以美国50州也是一样啊，你必须要属于某一州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某个地址。从某种角度来讲，从社会运作的角度来讲，合理嘛？那所以你必须要建立一个户籍，你必须要有你的驾照，你买有一台车，那个车子必须要register，你要注册你的车，然后这些所有东西是连在一起的啊，包括你的信件的往来等等。以前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当我开始去看的时候呢，我就忽然发现，我给你们看。我就忽然发现啊，这样你看得到我吗？忽然变成黑的荧幕了。我讲，现在是黑的荧幕吗？我就忽然发现这样子应该看到。你知道我忽然发现，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你就说 RV 的 domicile 就是英文的，就是户籍的概念，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 information。很有意思。其实刚开始我是以一种有趣的方法去看，可是当我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在仔细看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提供这种服务，但这些服务都是要付费的。我就忽然发现说，这付费呢不便宜哦。譬如说，它有不同的 category， 它的 category 就是 depends on 你的那个你需要的服务的复杂度嘛。你是要多久要你的信啊？你是需要他帮你digital 的 scan 以后，就是然后帮你 forward 之类的啦哈。然后譬如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服务。然后这个人你看，1年150块钱加税哦，还要有一开始的 set up fee 之后，他只帮你 forward 一整年，只帮你 forward 7封信哦。我还打电话去跟他说我有没有看错，他说这个只是给你这个服务1年还要付150几块钱美金的目的，只是让你有一个地址，你可以放在你的 driver's license， 你的驾照，然后你的车子你要 register， 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不是真正的，你的真正的信件是这个地址是不合用的。天哪，150块钱1年就只是做这个。那这个网站比较有意思然后这个网站它给了你这个地方，它给了你一个比较，因为像我这种情形的人，我不是第一个嘛，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服务，对不对？那在就是很多就是全职 full time 叫 full time RVer， 是全职的 RV， 就像我将来要做的事情。比来比去，其实这3州佛罗里达、德州跟南达科达 （South Dakota） 南达科达这3州，大家比较喜欢，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他就做了一个比较。这个网站是
做南达科达州，他做了一些比较，包括你要付的税啊，州税，每一州的州税不一样，州税或者是你的要注册你的车的税率不一样之外，保险啊，车子的保险、个人健康保险什么什么，通通都不一样。我真的在美国活了30年，从来不知道原来有的州，譬如说像南达科达州、South Dakota 州，你的车子注册之后是不需要每年做车检的。我之前住在德州，我现在住在夏威夷州，我们都是每年的车子是要做车检的。居然美国有的州是不需要这样的事情，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南达科达州它是不需要做车检的，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间学了很多事情。但是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让我最惊讶就是这个付费的服务有多么的昂贵。我就不自由举，我总是跟我现在的生活比嘛。我现在生活里面，我每年是不需要付这个费用的，然后现在忽然我就增加了这个费用，就给了我焦虑感。我知道，好像觉得100多块钱没有很多嘛，哈，但是他就给了我这个焦虑感啊，然后我就忽然看到那个很担心，然后对金钱不安全感的自己，会为了这100多块钱呢，就在那边焦急担心，然后找各式各样的资源，就想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怎么样子更便宜。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啊，这才是真的不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来，我来分享这个荧幕给大家啊。其实我在分享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就忽然就荧幕就变成黑了，变不见了？可以看得到吗？哦，谢谢。可是事实上，其实这个整个这个 RV 的贷款的部分，其实是让我最惊讶，然后我花了最多时间，让我最焦虑、死了很多细胞的地方。唉，反正我现在如果语无伦次，大家抱歉了哈。因为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了嘛，哦，就我买到了车，这车子很漂亮吧？我希望大家觉得漂亮，颜色蛮特别的。然后呢，然后也跟我的设计师，因为我要自己改装，设计师也做了刚开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讨论。然后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贷款。我觉得我这个人优良国民啊，说一切我的贷款这个信仰额度很好。可是你知道，在这过程中呢，发生太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汽车贷款啊？你们可能就是说有不一样的经验，然后可能跟每个人的这个信用额度、信用的那个度也不一样。然后第一个，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不同的银行，让我惊讶的是，很多银行，即使是那种他就是写 RV loan， 有这种叫 RV loan 的这种银行哦，他直接告诉你说，我们不贷款给自己改装的 RV 啊，哎，我就从来就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啊。我每天一天到晚看 YouTube， 那些一大堆 YouTube 每天看得很开心啊，在分享他的 RV 生活啊 ，van life， 从来就没有人提过说他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不知道，可能他们都是付现金，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跟你讲，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还回去网上重新寻找说有没有人提这个问题，我都找不到有人提这个问题。我就是非常惊讶，我觉得一方面是惊讶，一方面是生气。那个生气里面可能就是因为有点惶恐到说这个已经失控了，我觉得自己失控了。哎，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要知道，好像可以之前有些准备，可是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心理准备。很多银行我打了非常多的银行，他就直接告诉你，就那个风扣啊，就是30秒钟就结束了，然后就挂起来了，没话好说了。他不贷款给自己改装的 RV， 这是第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非常 shock。第二件事情我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买了那台叫做 cargo van， 就是一般叫做commercial， 就是叫做商用车。比如说你看成电信局有没有外面那种工程车，大部分都是这种车，很多是叫做 commercial use， 就是工程商业用途。哎，商业用途的车的贷款跟保险都不一样的。我怎么会知道这个车要做商业用途？我明明拿来用个人用，我怎么会商业用？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非常生气。这种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是第二件事情啊。而且我就觉得没有人讲这件事情啊，看大家都活得好好的，然后在那边 van life 很开心啊，就没有看过有人讲这件事情，我太惊讶，没有心理准备。第三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个，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设计师改装厂是一个改装厂，这车厂是车厂，是分开来的嘛，对不对？他们一开始就说，我们有可能把这改装费用跟车子的费用合起来 bundle 变成一个费用，对不对？比如说假设这个要5万块，这个要5万块，加起来10万块，那我们就把它一笔10万块，我们来找贷款，来找保险，那感觉蛮好的啊，这样子免得你分开来嘛，对不对？很惊吓，的确太惊吓，所以说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是合理的嘛？又语无伦次也生气。结果你知道吗？等到车子真的到了以后啊，然后搞了半天，然后那个改装厂当然就是说这是你跟这个车厂的问题，然后车厂就说啊我要，所以这也是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要一个地址，所以为什么这个我需要一个地址就忽然就变得很迫切，因为他说我没有地址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 application 送进去给银行。反正过了几天，他把这个 application 送进去银行之后，回来跟我讲说。银行拒绝，就是说把这2个加在一起给一个 loan， 给一个贷款。我心想说，他说他们也很惊讶。我心想说，你惊讶，你不会有我惊讶吧？那你很惊讶，你不是你们这是搞这个，你们是这个专业的人士，我惊讶不奇怪，你们惊讶我才奇怪。他说他很惊讶，他说没办法，我们现在只有计划 B 计划 B 计划是什么？分开来。改装的钱你自己付，现金付钱。我们现在只是贷款车子的钱。所以你就知道说我的生气惊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我自己有跟打电话给银行，所以我知道说其实这好像是这个样子。虽然说那时候还不是很理解，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然后觉得别人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好，没关系，山不转路转，我们就只贷款车子。结果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我跟你讲，我非常生气，我那几天每天就是在搞这件事情，记录笔记，你知道吗？”他跟我说，他们终于帮我找到，还很开心跟我讲，他们终于帮我找到一家愿意贷款，车子是大概5万5美金，他说要付1万块钱的定金，就基本上20%，8.69%的贷款，点8.69%的汇率，8.69%的汇率，这开什么玩笑？这不是狮子大开口，这是简直就是 rip off。我非常生气，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这简直是开玩笑。”我说：“我自己去找。”就挂了电话，我自己去找。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我的惯性：紧张、焦虑、自力更生，想要自己想办法。可是老实说，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在现在还继续聆听的话，这件事情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太多了，我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怎么知道法律规定大家一般来讲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些事情这个情况是超过我的预想范围，我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可是这时候的我呢，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回想很开心。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在很多个不同的脸书的跟 RV 相关的这个群组里面，结果我就简短的把我的情形描述了一下。我说这不可能吧，8点多，这个你们都怎么样达到贷款的？又要什么就是商业用途，然后又8点多，然后点。我说这个不是这样子，你们其他人怎么做的？我在3个不一样的 group 发同样的讯息，同样的 message， 你看非常快速的。结果我接下来大概2-3个小时就在上面跟他们互动，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跟指引。我在一个叫做 Rampo Master 的 Driver Owners， 因为我这台车就是这个牌子的这个
车主的一个团体。你看我得到120个回复。另外一个是叫做 Friendly RV Camping Women， 就是 Friendly 的这个 RV 的这个一个女性的团体。你看我也得到了70几个回复。我在第3个群组，这个群组我其实非常喜欢，叫 Solo Women RVers， 就是单独一个人，就自己一个人独自出去的。我不见得是单身，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这个 group 我非常喜欢，我常跟他们互动。你看也有50几个 comments。其实老实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感受到宇宙的恩宠，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路人甲、路人乙嘛。你想想看，基本上，可是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回答我的问题？然后甚至有的人会来回帮我回答，或是帮我想办法。有的人是跟我同仇敌忾，有的人是帮我想办法，有人给我指引，有的人当然有时不进入情况会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可是就是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互动，然后大家有不同的回答，但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发现有人有同样类似的情形，就是说商业用途，同样那家银行哦，然后利率非常高，有人有同样的情形，在3个不同的群组，有人有同样的情形，然后他们说就是这样。可是重点是，这就是我觉得就是 crowdsourcing， 就是说大众的一个问题是，有人说我也是一模一样的车，一模一样的情形，可是我可以找到银行帮我贷款是个人用途啊，而且不止一个人是这样说的。所以我看到，不要告诉我最恨人家跟我说不可能，明明就有可能嘛。那他可能，为什么我不可能呢？那个神圣的不满就出来了啊！怎么不可能？就有人说真的是这样子，可是有人就说，Hi Jim， 所以说我就说有可能，然后有人就跟我讲说他是这样子的，然后有人就跟我讲说他在哪个银行贷款或是怎么样的情形，很多人建议银行。其实我大概花了几个小时跟他们互动哦，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忽然就有了一个，我忽然就说就忽然就发现说，等一下，在不同的群组里面，大家虽然很多人建议不同的银行，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共同性，大家建议说跟你的信用合作社借贷款会比较容易。信用合作社不是银行 bank， 跟那个 credit union 不太一样。我发现大家都在这样讲哦，虽然有人会给你，就是说我是在这个信用合作社，我在那个信用合作社。我就忽然就是说，清明的自己有点出来，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pay attention， 要注意大家有同样告诉你的话。然后我就回想说，我一开始其实我有给我的银行，其实我是信用合作社，我的银行是信用合作社，其实我一开始有给他打过电话。可是那个时候的我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嘛，对不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 RV 就是车子跟那个里面的东西要合而为一。那我现在不是转个弯吗？我想说现在先把车子，现在我们现在只要车子贷款而已嘛，对不对？我忽然发现说我可以再跟我的银行，重新，我说我现在只要保车子，不要搞那么复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人会建议同样一个银行，一个信用合作社，我也跟那个信用合作社打电话，然后我跟我的银行打电话，然后他们都说要 online 要提那个我的那个 application 嘛，所以我2个都做了。我就发现说，我从这里面一群路人甲、路人乙，你想想看，这些善意的第三者真的存在，他们真的存在，我就觉得说好感动，这时候感觉得到了帮助。所以说我就这样做了这件事情，重新回到我自己的信用合作社。当然我在这里面看到就是说，我发现真的是开口求助，不要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因为这件事情我靠不了自己，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我也看到我自己就是为钱担心的那个不安全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跑出来。
老实说嘛，如果有现金付了，不就没事情了？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搞什么贷款呢？对不对？但是总觉得有一些现钱留在身边，给自己安全感。所以我在这里面看到了这个相关的，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就说，你到时候就知道，就即使在回答这个loan 的时候呢，回答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提到说，你的保险会有同样的问题，真的，保险会有同样的问题。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转了一个小弯之后，真的有帮助。我现在先不要想着要把整个东西都把它保住，现在这个车子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我先保车。而且因为我跟那个贷款的2个银行打过电话，他们要贷款给你，他也要你的有保险，所以我也必须要把保险拿到。转一个弯，然后我想来想去，想说很多人也给各式各样的建议，什么样的保险？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回到比较简单。我自己本来现在有一台车有保险嘛，我就直接给我那台车的保险公司打电话，说我就加把这台车加进去，要多少钱？然后我的情形是这个样子，我人在夏威夷，车子在科罗拉多，点点点，我把事情如实的告知，然后跟他们要了一个 quote。可是这件事情这样子来来去去啊，就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然后死了很多细胞。而且在中间，我其实学习到我自己一个固执吧，其实就是你说是无知，我觉得无知不太，就是不知，因为之前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其实你想想看，现在这台车是空的，我知道我雇佣了一个专业的公司来帮我改内装，然后内装也很贵，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你想想看，从银行贷款，可能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讲，那车现在是空的，他为什么要给你保险保全部？他为什么要贷款给你贷全部？我退一步想的时候，其实是合理的。可是当我钻在牛角尖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世界都在跟我作对，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好像退一步想想，其实是合理的。然后可是我就是比较固执的，就想说我就是一定要做到这样子。所以说我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自己转了一个小弯，没关系，我现在先处理这台车，以后车子改装好之后再说，那还有2-3个月以后的事情，不是吗？第一个，忽然我觉得我海阔天空；第二个，好像路就走出来了。不过完全看到自己之后，总是想要解决问题，然后直接进入焦虑模式的那种惯性模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后的这个转弯的确是有一些帮助。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有人可以无息贷款给我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大家都看到你说的咯，开口得助宇宙的恩宠，感谢，我说不定就真的跟你这么做了。所以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也得到了，我虽然有3个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得到很大的恩宠。比如说像 Jim 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说他可以无息贷款给我，这不就是一种恩宠吗？有人愿意这么做，有人愿意为你这么做其实呢，但是我发现我就是要愿意开口。然后你知道美国很大，美国有50州，我住过夏威夷跟德州，我住过2州，另外还有48州没有住过。可是你知道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夏威夷的朋友，这么多年以来，我都知道他们全家人每年夏天会去本土，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 summer cabin， 就是夏天的木屋，他们会去度假。这么多年来我都知道，结果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木屋就在南达科达州 South Dakota。可是我就想要在南达科达州注册，然后建立我的户籍嘛。所以他跟他先生讨论的结果是，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那个 summer cabin 那个夏天的小木屋的那个地址借给我，当做我的户籍地。
他接下来讲的那句话其实真的是感动了我。其实我当场是哭了的。他说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真的是一家人了？我们一家人，我的驾照上面会有他家是夏天小木屋的地址，所以我是很感动的。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抱怨，我说其实不对啊，宇宙不是应该站在我这一边的吗？你那应该我怎么应该有恩宠感？我不应该得到帮助吗？我应该得到帮助吗？可是我后来发现，现在这件事情还现在进行式，by the way，就是现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还在现在进行式中。可是你知道吗？我忽然想到一个我以前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的时候宇宙的恩宠、宇宙的帮助，不是用你想象的方式呈现的。可是我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想象，哎，谁来帮我做研究啊？谁来帮我打电话？我就是很固定的希望，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就是被那个焦虑给淹没了。我就很希望有人来帮我打电话，有人来帮我。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好私人哦，你谁可以帮我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的思想是很僵化的。可是没有想到，透过譬如说以这个例子，透过脸书一群真的是一群善意的第三者不认识的人，我就重新回归到自己原来绕了一圈，回到自己的银行，回到自己的保险公司。这种帮助的方法并不是我之前原来预定它应该的方法，对不对？我的故事就是说，记得以前我这故事不晓得讲对不对？就有人就说他是当然你可以把你可以把上帝改成哈拉，改成赛斯，改成佛陀啦哈。所以这个人他就说他的那个小区淹水了。然后那个大家就来说要来撤离，要撤离。他说没有，我信任我的上帝，或者我的阿拉，我的赛斯，他会来救我，所以他就拒绝撤离。然后后来呢，结果呢，他就被水淹死，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他就到了他的神的前面，他就很生气，他说：“我这么相信你，你怎么就没有来帮助我？”他的神就很委屈说。我送给你3次帮助，可是你都拒绝了。我哪有？我一直在祈祷，你都没有出现。神说没有啊，我第一次不是派那个消防员去告诉大家说要撤离，可是你没有撤离啊。我派他去的，你没有撤离，你第一次。然后那个水就一直淹，他就爬到他家的屋顶，然后说：“上帝，你赶快来救我。”然后第二次啊，我就派了那个也是就是消防队啊，他们就划了船，因为那个水已经淹上去了嘛，对不对？谢谢新一有共鸣，他就划船过去啊，因为他淹水淹到屋顶啊，那个消防员就划一会说：“哎，我来救你啊！”哎，可是你又拒绝啊，他说：“没有，我的上帝会来救我。”哎，可是上帝说这个救生员划船就是我派去的啊，那你又拒绝了，那第二次了。然后那个水就一直淹，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结果这时候呢，有人派了那个直升机来救他，直升机就到他的屋顶，然后说：“哎，来，我来救你上去。”他就拒绝，说：“没有，我的上帝会来救我。”然后后来呢，他就死掉了。那上帝说：“我派了3次救援去给你啊，那你自己不拒绝接受啊？”唉，这个故事我就忽然恍然大悟，想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帮助是长一个样子的，对不对？就说他认识金主健，他们都是住在 Houston 的朋友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决定绝对在这个事件中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想法，就是说，尤其是自己在被焦虑淹没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就是现在需要这样子的帮助。可是现在就是说，虽然我还在过程中，可是现在往后退步，发现帮助是从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当帮助来的时候，援手来的时候，第一我要 pay attention，我要注意到他来了吗？第二个我要接受。所以我觉得我回去我的信用合作社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我发现说，这就是帮助啊！没有人帮我打电话，我还是要自己打电话，对不对？没有人帮我做研究，我还是自己做研究嘛。只是帮助是用一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原来有的时候退一步
增加一点弹性，这些可能性就会进来了。所以其实说我3大恩宠，我其实这个过程我虽然有3大挑战，可是我有3大恩宠。第一个恩宠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的朋友愿意把他的那个 South Dakota 的 address 借我用。第二个就是，其实我的贷款我才送进去，当天下午他打电话给我说 approve 了3.05的利率，而且只要5000块钱的那个付款，而且他说这个30天内都有效。唉，可能吗？这明明就可能啊。然后保险公司，我把所有情形都非常如实的告知，也如果要保这个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全部都是等，还有一些就是车厂那边要给一些文件嘛，才证明，然后这些事情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或者是我也可以不需要那个，如果我们今天有金主在这里愿意无息贷款的话，是不是有很多可能性就爆出来了呢？但是这些当我在焦虑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撞墙的，什么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生非常的失望，会对人生失望，对自己失望，对宇宙失望。可是开口求助，还退一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见得说海阔天空啦，但是会给自己有一个，至少对我来讲，一个喘息的机会。就要分享这个有人在这个就是我的3个论坛不是有人留言吗？这个人的留言特别打中我，他其中提到了这个观念，他说，当你要做 unique 就是独特的 ，custom 就是客制的，或是 non 就是独特的、客制的，或是非主流的任何事情的时候，点，你就必须要有所承担跟有所面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整个人就忽然像当头棒喝一样啊！因为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非常诚实的话，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想到要放弃。为什么？因为放弃比较简单，放弃比较容易，放弃我就不需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就不需要去继续往前走。放弃很多时候是一条简单的选择。我这些想法真的有出现过。可是我看到这位不知道是谁的留言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这样。对，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没有那么特别，没有那么克制，没有那么非主流。可是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讲，的确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的状态的我就是很讨厌人家跟我说不可以啊。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过主流的生活，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过主流的生活，我怎么会不知道如何过主流的生活呢？哎，美玲，谢谢你，佩服我的决定，不容易，真的常常想要放弃。我觉得说，我回去当大学教授不是很好吗？我不知道我做的多好，但是我知道怎么做。我告诉你，这个想法常常浮出台面。回去过我知道的生活，回去过我过得很舒适的生活，这个想法我跟你们说常常会出来，尤其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尤其是碰到恐惧的时候，尤其是当那个未知太大的时候，常常这个想法常常会出来的。唉，上帝要我看到周围有更多人帮助，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谢谢美玲说。所以我不知道了，反正我可能语无伦次啦，然后讲了很多，然后这3件事情其实是互相有关联的嘛，对不对？所以老实说，如果你还在听的话，我直播一开始的时候说我遇到3大挑战就是这个户籍的问题、贷款的问题跟。对不起，我常常有时候会打结，因为就是英文中文的转换，户籍的问题，那 car loan 的问题跟 insurance 的问题。可是老实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我真正的挑战是什么？是因为 insurance 吗？
是因为贷款吗？是因为户籍吗？你们觉得我真正这件事情的过程，虽然现在还是现在进行式啊，我们也不知道它将来发展怎么样。你觉得我真正的挑战是什么？你欢迎大家留言。我的挑战真的是这些外在事件吗？还是其他的呢？然后我不知道，我分享了一大堆，你的共鸣点是什么？你的感同身受是什么？啊，你的惊讶、你的震惊、你的佩服、你的不以为然，点点点是什么呢？啊，我觉得我现在在见招拆招，一步一步就是往前走的过程中，跟大家分享这个真正的心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享啊。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情绪，生气、惶恐、焦虑，责怪自己怎么会不知道这些事情呢？啊，可是我真的就不知道，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当然可以不知道，然后接下来就要面对这些不知道。然后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态度非常严苛，你怎么会不知道？可是老师说，另外一个自己觉得说，我真的就是不知道啊，这些事情你没有去面对、去经历，你就是不知道，不是应该不知道。老师说不知道，不是比较合理吗？说实在的，不知道才合理啊，知道才奇怪啊。可是我对我自己很严苛，我不太原谅自己，也不太原谅别人。同样的，我不太原谅别人，别人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哎，怎么都没有人告诉我？啊，克服未知的挑战，对，所以就说我的挑战是克服未知，真的是未知的恐惧。我老实说，我不知道它能够终究被克服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子去跟它共存，以及跟还要不要对自己严苛？因为我刚刚说我对自己非常严苛，这过程怎么样子去经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没错，就。然后Jessica 说，你的挑战是你的心，是不是能够知行合一？然后加油，谢谢你哦，就是坚行往前就路，真的就是自行，真的是坚行往前就路总是有的，只是也许不是你原来想的那条路而已。但是你有没有那个flexibility 那个 flexibility 哈，弹性，你有没有那个弹性？谢谢 Jessica， 谢谢 June。唉，然后 Jennifer 啊说啊，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了，做了再说，就是这样，做了再说嘛，是不是 Jennifer？ 对不对？然后通通都是挑战，小娟说通通都是挑战。唉，小娟说可能是预期会遇到更多挑战，所以见招拆招，真的是。老实说，这是一个，如果这个叫做 sneak preview， 就是 sneak preview 中文怎么说？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预告，接下来上路的这个情形的话，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讲，我 totally 是没有准备好的，totally 没有准备好。若是你上路嘛，但从某个角度来讲，其实就像 Jennifer 讲，真的就是见招拆招啊。那不然嘞，你就放弃吗？老实说，放弃也是一个选择。然后我觉得我要允许自己，这也是一种允许。要允许自己，就是说啊，我觉得 too much，我无法 handle 啊，那也是一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永远在那里。我觉得要给自己这样的允许啊。小娟说，哎，对，就是见招拆招。我觉得真的是见招拆招。那大家有类似的生命经验吗？见招拆招。所以我今天才跟朋友讲，今天早上去打球，还跟朋友分享说啊，我觉得我是现在从现在开始，从以前开始到现在，然后将来上路，我觉得我需要非常多的帮助。这整个计划，我从以前就讲，已经超出我人力范围，超出我能够所谓的准备，然后再准备齐全才上路的范围。对我来讲，这整件事情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挑战我的弹性，挑战我的个性，挑战我这个愿意见招拆招的能力的这个，所以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这个直播，听我胡言乱语的讲了一堆，就是非常复杂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一个第一次挑战分享这种复杂的心情，这样子直播分享复杂的情形。那将来我上路之后呢，会有更多复杂的心情，我相信会有更多复杂的心情。我真的是邀请各位跟我携手一起体验经验这个过程。其实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不知道，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一个人，我现在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然后我要搬进一台车里面，这怎么搬呢？这过程怎么搬呢？大家有想过吗？跟搬家不太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其实中间其实是有一些蛮有趣的就是这个过程，然后我会当我在经历的过程的时候，慢慢跟大家分享。美玲也说突破惯性，对自己温柔，对自己温柔也是突破惯性，因为我就比较习惯性是比较严苛的嘛，所以怎么样对自己温柔，允许弹性，真的也是一个挑战，这真的是一个挑战。心仪说要尝试接受自己是可以被协助，然后被恩宠的，真的说得很好，是不是？要相信就是可能的，然后要愿意接受。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接受帮助这件事情对我是困难的，我不知道这很令人惊讶吗？但是接受帮助这件事情是令人困难，开口求助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揭露自己的短处，揭露自己的无能为力，对我来讲是困难的。但是慢慢的做，应该是会习惯的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谁不想要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呢？一切通通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计划就按照这样子继续进行，谁不想这样子呢？但是老实说，真实生活是有上有下，有起有伏的嘛，是不是？就像春夏秋冬一样，不是天天都是春天啊，是不是？Jessica 说允许自己不知或者是犯错，允许自己不知或犯错并学习原谅自己是一门大学问。真的是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要去知道，我怎么可能全部都知道呢？想一想，这其实是不合理的期待吧？我怎么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呢？可是当我不知道说为什么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严苛的要求，是不是？那是一种惯性嘛？所以允许自己不知道，或是还有犯错也是嘛，对不对？这 Jessica 你说的真好，这个允许自己犯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主题，可以光这个主题就可以讲一次，是不是？大家对能不能允许自己犯错，然后允许自己就是说犯错以后捅了篓子，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很凄惨或者等等之类的，然后我们可以允许他吗？所以有时候是不是嘛？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就入戏太深，然后就好像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斤斤计较，然后就一定要怎么样？可有时候我知道我现在讲是这样讲但是我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就是很难退一步海阔天空，很难退一步，然后就一笑置之或者是说退一步想说不要这么认真嘛，然后退一步告诉自己说那又怎么样呢？对我来讲蛮挑战的，不知道各位有共鸣吗？那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件蛮挑战的事情，所以我感觉抒发了内心的这些抱怨跟不满跟情绪呢，就是心情感觉稍微轻松一点。虽然说这件事情还在过程中，但是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那感谢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也感谢各位看回播的朋友。然后不要忘记要什么？要那句话怎么说？要 subscribe， 要 comment， 要开启小铃铛，然后要按赞，然后要分享，是吗？心怡，谢谢你觉得今天特别有活力跟天然？Oh my goodness！我的天我觉得发泄一下这个自己真实的感受，感觉是蛮好的。然后分享这些不容易，的确不容易。然后还感谢大家愿意跟我携手同行，突破恐惧和羞愧感。羞愧感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 topic by itself，right？
谢谢你为我按100个赞。好，美玲要加1，对不对 ？Jessica 呢？另外要考虑自己在网络发达时代，不管是知识还是求帮助都很方便。的确，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那些善意的第三者不就出现了吗？善用网络的时代啊，我觉得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一种不一样的恩宠，以前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感谢大家的观赏，我真的邀请大家跟我携手同行。这个过程呢，起起伏伏，但是是不是也充满了很多乐趣呢？我们好多好多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慢慢的面对咯。好，那 until next time，拜拜，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分享，谢谢各位。